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久违的传说中的双人配合通关啊，来自于整个这个恐龙快打界的几个大神之二，也就是说青石和这个彼此擦肩两个人玩。那两个人都选择这个大汉默认一上来呢就是1v3版的杜瓦版。这个杜瓦，很多人问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主要改版的名字呢，有的时候是根据改版的人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假如这个小狼做了一个恐龙快打的改版，那么就是恐龙快打小狼版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可能了。它这个杜瓦版有没有像那个传说中的怒之铁拳里面吃补那个那个声音啊？好，当然了，操作者呢是青石跟彼此擦肩，相信呢大伙儿对这个 JD 和这个擦肩他俩的那个速通的这个各种竞争这个也比较了解了那这个青石呢，这个和这个 JD 呢也是在这个速通在这个原版的武进全人物全角色当中也是互相打了一手。但无论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人咱们就看一看。然后呢，如果有谁有什么恩怨的与我无关我先声明我只是一个解说然后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杜瓦版而且还是杜瓦版1v3，在屏幕左上角的这个威斯这个恶霸这个名字底下，你看有一个井号1v3，也就是说一个人打3个人该有的怪，而且还是这个杜瓦版。这样的话呢，要跟大伙讲解一下，虽然说两个人都可以选择一模一样的人物但是呢这个还是比较难因为这个肌肉男呢确实有点东西。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版本不仅 BOSS 还有小兵多，它的这个移动还有它的速度非常的快，你可以看到攻击欲望非常的强烈，有点像我玩的这个三国志的这个战狼版，而且呢游戏节奏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快。要跟大家伙说一声它流畅它快不代表它就简单，相反有的时候流畅有点难的但这个版本呢挨打了之后呢，咱们确实是可以变这个暴击，但是保持40暴击好像红血之后，有点类似于像竞技版只要你红血了之后呢，挨打就应该就是40爆。所以说呢，全程保持40爆呢应该不难也并没有像那些什么天王版或者一些其他版本的有什么什么这个40A 爆，什么60爆，什么80爆，什么88。88，然后什么那个99什么的没有那些你看这个2A 呢，也是这个传统暴击里的一种传统暴击一共有7个攻击，这个40爆、30爆呢，目前就是大家伙了解的暴击当中的最实用的一个。30爆呢，只要开局让它过了一个序幕，40多秒过后重新投币，它默认就是30爆。当然40爆呢就得骗，除非一些特殊的版本比如说竞技版之类的好，可以看到目前来讲，这俩人玩的比较实在我相信他俩呢玩这个版本并不是商量过的，有人应该是随便玩的结果打出了一命，我觉得挺好。那打出一命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运气比较不错。但是事实上，如果他俩好好配合的话，你看自己磕一下自己红血了之后，然后就变成40了。40爆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就是最高暴击。反正他俩配合的话，如果好好配合有方案的话，我觉得应该更简单不会像这么玩的，经常会出现一些挨打的这个状况可能会发挥的更好。好，我是不是玩独单分手游？我今天上去看了一下，我发现我说难听点挺垃圾一个游戏我实话实说这个可能我还没玩进去，但是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好好，来看看现在这边这个 BOSS 全部都要打死，这一点呢对于所有的改版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有好多改版游戏，只要你把 BOSS 就是比如说它有3个也好，几个也好，要把一个 BOSS 打死了所有 BOSS 都死。比如说三国志的战狼版，只要打死一个 BOSS 就行不分主次他俩因为就是双 BOSS 嘛但是这里面的3 BOSS 3个 BOSS 的话，只要你打死一个就能过关，确实屌好，这个2个肌肉男开车这2个肌肉男，说实话这个身材你要搁现在来讲我估计什么花开富贵什么张春梅王春燕这个对吧
对吧？李桂花之类的啊，肯定会来直播间刷点礼物的，我肯定的，我敢保证啊。这个身材在我这儿，我真的，我实话，我要有这个身材，我说难听点儿，我高低我就不说了，懂得都懂啊。好，一顿神撞，这个感觉他最狠的是，你看啊，讲命了，他都已经3个都要一起打死，40暴击。反正全程血一麦克，这个版本呢，咱们血量是初版血啊，不像有一些版本啊，咱们的血量比较多。好的，这一顿突突好像因为这个沙撸子啊可以穿透效果，所以说可能是真的是一下子把3个 BOSS 全干死了啊，确实比较变态。当当当！我操！今天我说实话，今天这个咱们这个礼物系统啊，纹丝儿没动啊！直播的动力瞬间为0了，兄弟们。虽然说啊，这个观众老爷们给是给，你不能硬要，但是呢，俗话说得好啊，这个张嘴3分力啊。这个还有好多人问是不是录像啊？其实我说实话啊，我现在我都不想放录像了，因为放录像意义不大的，看的人也不多啊。我严重怀疑被限流了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就说，即便斗鱼现在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的，因为好多人在关注我就是在关注列表里，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看不到我没有，而且搜索小狼也好，搜索97号直播间也好，搜索解说小狼也好，找不到我，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这个格斗区，看我在直播，然后能点进来。这就比较厉害，还有就是观看记录啊，就比如说以前观看过我，比如说昨天观看了有观看记录，然后从观看记录里面找我，这个就比较离谱啊，我就理解不了。本身都这样的，斗鱼都这样的，然后你现在又这样，你让对吧？然后我现在这样，然后那我还想怎样，对不对？对吧？这个就很难受啊。当然呢，也是个人实力问题。我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即便是刘德华现在进到我的直播间里面，那瞬间这个直播间里不敢说超过多少人，10万加是宝，对吧？咱该说不说，对不对？所以说啊，自身实力虽然说也是一个关键，但是呢，其他关键也是有啊。这玩意儿我就理解不了了啊。所以说我以前都不愿意在直播的时候发朋友圈是我直播了，现在我都忍不了发朋友圈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挺讨厌的啊，给人一种你看我都直播了，你还不来看我的样子啊。这个平台确实有点东西，我不太懂，说实话啊。好，感谢我们的好名字都被狗取了，赠送我狼的5手大金卡，升1星还差一个人助力啊，来个9尾人助力，直接我就通关了啊。好，这里面可以看到啊，血量是由绿变紫，由紫变黄，由黄变红，然后死，就是这么个路子啊。双人配合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版本看起来也没那么难，其实啊，越是这种怪特别多啊，那个版本反而不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补非常多，给你的补血很多。而相反的，这个版本啊，它补血就没那么多，看没看见？补血就没那么多，所以说啊，玩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双人的话总比一个人要好，双人的话还是有东西的啊。给我狼开荤，对我跟你说，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对吧？这个小偷没领导，对吧？肯定干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这个有人一带头，这个老板可能就寻思，哎呀，给我狼冲一下。其实吧，我真的以这个事儿不耻。想当年我狼什么时候要过礼物啊？其实偶尔也要啊。所以说句实话，以前多少还要点脸，现在不要脸就得挨饿。当然，事实上，难道你不要脸就不挨饿了吗？啊，好，这胖子锤啊无所谓啊，这个龙无所谓的啊。这个瓦龙没什么伤害啊，应该说你只要躲开它就行。这些高手不怕瓦龙的啊。什么时候再玩东东的没意思啊，无敌的啊。好，怎么咬了半天还是40爆，多多少少有点离谱了啊。好，好久没播了，确实是啊。你斗鱼，你知道去年，你知道为啥不播？你知道斗鱼，那你说我为啥？我说实话，
这个咱们大伙说啊，如果年少时期啊，还算是比较贪玩，什么也就算了。你知道为啥？我都已经对吧？都35，去年都已经30，马上对吧？应该说36岁了，没过生日啊，过生日就36岁。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啊，我都已经这样了，我为什么还不开播？因为开播有可能在拿不到钱的同时，你还得搭进去几十个吹牛逼，10几个啊，有可能会搭进去。即便你搭进去，啊，40万啊，即便你搭进去，你也开不了多少钱。一个月开1000，你怎么算啊，兄弟们啊？这个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没法跟大家伙解释啊。然后现在也未必的，现在你看是吧？而且还有合同在这里。很多人问啊，这个合同啊，有好多小伙伴特别有意思啊，问我说合同签了，这个解约能不能解？首先啊，你比如说有的平台，它为啥要给你解约？比如说他签了你5年，为什么要解约？他解约，他签你约，他又不用给你钱。很多人说签约怎么回事？说每个月都要给钱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是这个，对吧？如果咱们是正式工作啊，比如说什么事业单位或者说什么单位的，你要签约了，比如说你要放假、请假或者病假，或者说事假或者工伤或者什么什么的，只要你上班你就要给钱，人情世故的还得有，对不对？啊，这个现在他签约他不用给你钱。签约1分钱都不给啊，兄弟们，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你可能说，那你不干活，你干活不就有钱了吗？干活也未必有钱呐，这个有好多东西都不是大伙能理解的啊。所以说我也很憋屈，对吧？应该说只能说在生命里最好的时候，咱们没有好好赚钱，没有在我郎当时，对吧？最有这个流量，并且是最好的时候。最能发财的时候啊，由于性格和贪玩的原因，没做好，这个不能赖别人。但是去年这个事儿真不赖我。很多人说，那你赶紧换啊，换不了，人家不给你解约，为啥不给你解约？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解约呢？请问，跟你解约的好处是啥？对吧？没有好处，对不对？你如果要是不解约，你去别的地方播，人还能告你一笔，怎么算？这就很难受啊。好，感谢我们的纯杠铃增肌一手大金卡。1星了啊！有没有老板来个飞机？今天我也豁出来不要脸一回啊！但是我估计没有。这个把嗑唠到这儿吧，有的时候吧就比较血淋淋的现实啊。不过送飞机也一样啊，送飞机咱说实话确实不太合适。送飞机100块钱到账32，有可能还到不了账。这个我真不跟大伙儿说的啊，有一定几率的啊，太扎心了啊！我跑路个逼老鸭子，我跑路啊！我到哪跑路去？我这没伤天没害理没法犯罪的，我，对吧？我跑什么路？跑路啊！将心比心，我能干出那事儿来吗？我跟你说，就是干不了了，对吧？你干完有可能会倾家荡产了。你看，有好多主播都已经拉了，都踩缝纫机去了。我不说这事儿谁知道啊？对吧？我要说他们早就进去了，对不对？好，马云啊，这里面咱们玩的这个是日版。很多人说日版怎么还有3个人呢啊？它这应该是日版的感觉啊，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各种，对吧？各种这个对话什么的都是日版的样子。日版呢只有2个角色啊，这个只能选2个角色啊，不能说3个人同时玩。但是它这里面又明显是3个人可以同时玩啊，就显得比较狠。10月31号，2024的10月31号合同到期，能晓得吧？能晓得吧啊？这是游戏上玩的，没毛病啊。这是青石跟彼此擦肩2个人玩的啊。当然，很多人说我这是发牢骚，觉得不好了，好像在这里好像发牢骚，散播负能量。没有，其实懂的人都懂啊。有好的，就是常听我直播的人，或者说了解，对吧？了解这个平台的人，应该都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有人问我，去年怎么3、4月份的时候，为什么我经常到月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堆礼物啊？怎么到月底最后一天的时候，有好几万的礼物给我狼刷？哎，特意秀一下，这个不是为了这个啥，这个就是为了装逼，兄弟们，这个并不是说啊，他这个不小心死了，就是为了装逼啊！告诉你，咱们游戏的一个独立的机制，就是说，在你这个同伙死的一瞬间，倒地还没有死透的时候，你把 BOSS 打死，可以把自己的队友救活。原版也可以啊，哪个版本都可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并不是他为了他失误，他就是为了装那个逼的啊。双截龙格斗不会啊，双截龙格斗不会了啊。
你寻思好几万礼物是装逼的，那都是自己花钱刷的。至于为什么自己花钱刷，我跟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变相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大家伙听就听，对吧？就当我是给这吹牛逼的啊。就比如说有一个赌场啊，这个赌场呢，你进场的时候呢，不是压现金的，你是要买筹码，对吧？啊，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个吧。进去买筹码呢，你进去了之后，比如说输了，那就没有了，对吧？那么赢了呢，你是不是继续玩啊？啊，也可以的，对吧？玩着啊，无论是输了、赢了、输了啊，总有玩累的时候。累的时候呢，你要把筹码给退掉的，对吧？这个筹码退掉的时候是要退给你钱的，对不对，兄弟们？对吧？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啊，可是这个筹码它退不了钱。因为不允许赌博，明白啊？啊，他退不了钱，那退不了钱怎么办？那你还赌个屁呀，对吧？大家伙去游戏厅花钱买游戏币，然后进去赌了，对吧？赌完了之后发现赢了，花了50个币子，中了100个，对吧？你准备换点钱，你发现换不了，那你是不是就不来玩了呀？对不对？是吧？大家伙能理解吧？啊！但是关键的来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现在可以呀，这个筹码可以回收的啊！这个大伙如果了解日本就知道，大伙看没看过那个老高和小莫啊？老高和小莫，这个在这个 YouTube 上啊，应该是比较出名的中文博主吧，对吧？大伙应该有看过的啊，他做了2024年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视频啊，关于讲赌博的啊，说小日子他们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有办法，他赌那个叫什么爬金狗，对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就是那个类似于啊，就是然后连成一条线就可以中币子，然后你可以拿这个中的那个票啥的去那个便利店，那个便利店啥都不卖，就可以回收这玩意儿，对吧？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也就是说，现在你抽了，比如说你抽了5000块钱的礼物，抽了2000块钱的超级火箭，抽了500块钱的火箭，抽了100块钱的飞机，你只能送给主播，对吧，兄弟们？你只能送给主播，但是你送给主播，你又回不了钱，主播只能用一句谢大哥，祝大哥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对吧？一夜七次郎，每次7小时，换不来任何的回收收益啊，对吧？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让主播自己回收喽，对不对呀？能理解吧，兄弟们啊？那怎么才能让你主播自己回收干嘛呀？又不赚钱，是不是啊？我们6折回收啊，怎么不赚钱？不赚钱怎么办呢？兄弟们，你们想，你们猜？要给我们加任务啊，把我们的任务一加，这个任务就需要，是吧？然后。完美闭环啊，完美闭环，这个非常的难受啊。好，留了3个小菜篮子啊，自己人打自己人，主要是为了暴击。这30爆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点嘚儿的啊。感觉这里面没有小兵，这3个人就跟大傻子似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啊！越说越像在洗钱，那你们觉得办卡抽1万这种事儿呢？怎么说呀？对吧？其实吧，这东西怎么说呢啊？其实，所以说我一直没做过这样的抽奖。抽奖的话，我觉得真要抽奖，咱就是弹幕抽，对吧？做福利啊，就纯做福利啊。好，可以看到这里面居然还有别的小兵，然后你看这个一共3个幼体啊，这3个幼体有1个幼体还没死，就是附身胖子还没死。所以说还要慢慢附身，这个就挺难了。这关反而是我目前认为啊，到目前为止最难的一个关卡。那么杜瓦版1v3难道是9
9个那个生化忍者吗？我不太懂的啊。其实也不能叫害，其实都是为了我个人觉得吧，有的时候这就是信息不通，不知道定义啊，不知道定义。你想想，那为了啥？其实办卡也好，飞机也好，这个贡献也好，包括这个星也好，它目的不就是为了礼物吗？兄弟们，这个目的是不是就为了礼物啊？这个礼物很多人说用礼物赚钱吗？不一定，有的时候吧，有的主播还要真的是给自己刷，他自己掏腰包刷，为啥？是要任务啊，对不对？你们能理解吧？好，看看啊，这是传说中被誉为最难的一个关啊。我最新在我的群里面，啊，又发了一个最新的截图啊，兄弟们。哎呦，这个真过瘾 ！Well！ 好，就关键用这个打这个是 Well 这个人是谁？还有97里面那个，叫啥啊？那个叫。还有97里面那个，这个板崎优利的时候啊，板崎优利也会 Wow。好，谢麦格尔。好，可以看到死亡电梯，当当当当当，大家伙儿有在群里面看看群里面我发的聊天记录啊，那只能说那就是逼着走了。说实话，真的啊，那还咋整啊？对不对？那就没招了啊。莉安娜的速通只有合金弹头叉叉才有，但是合金弹头叉叉的之前我是做过啊，还有 TAS 的，这个都做过的啊。OK， 看看死亡电梯。这里面其实双人的话呢，很多人觉得双人比单人啊这个要简单。其实呢，这种版本呢倒没错，但是除非他们玩的是特殊玩法，比如说速通或者什么的。如果要是速通的话啊，他们必须要有配合的，刷兵的点呀，怎么打，一个人是看兵，一个人干啥？你看扔这个雷也是，关键时刻啊，非常的实在啊。OK， 谢麦格尔。OK， 哎，感觉这个谢麦格尔是真过瘾啊！不过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那个血杀里面就喜欢那个黄帽的血杀，感觉好像他突然多了无数条腿，原地一顿直升机啊！小的时候觉得这招比那个
比那个谁呀，比那个红丸的那个没事打你大姑妈还变态，我真的，实话实说啊。好，好，1、2、3、4，哎，这嘎嘎一顿小拳头啊！好 ，OK。一会儿你们猜猜到底是多少个啊？你们猜猜到底是多少个那个这个生化忍者？你们猜一下啊！好，9个、6个。正常的话，1v3版是3个，但是他这个杜瓦版，你看他把这个补拳扔过去啊，这寿司餐盘感觉这个寿司餐盘特别像我家里面的那个一个盘啊，我家里面当时是买了个盘圆的，然后红边黑底儿，真事儿的啊，真事儿的。好，6个啊，兄弟们6个，我就说9个的话不行啊，9个肯定难啊。6个还是简单一点，9个那真的是太难了，真事儿的啊！好。这边就堵，哎，这边就堵被窝子，看啊，这边堵被窝子，这边就摔，你看双方配合起来了，可以的啊。但是马上没血，这个人不怕，好，堵被窝子的不怕啊。你看后面的人要把这个自己的后背留给队友，啊，把后背留给队友啊，这个需要莫大的勇气啊，兄弟们。对啊，可以，本身是可以堵的啊，但是你一个人你怎么堵啊？一个人堵不了啊！好，好，看看最后一关啊！哎，这个地方就感觉他这个舌头像不像那个《求生之路2》里那个 Smoker， 对吧？烟鬼啊，可以那个吐舌头，然后拴你，需要队友去救。那个 Hunter 是扑你，然后猴子是骑你。那个 Tank 就不说了啊，还有女巫，啊，还得打。40，哎，打到40就行啊。哎呦，我真过瘾啊！一打完之后，然后，哎呦，太疼了这个啊！好，这边就突突就完事儿啊，一顿突突，你看。这会儿哎，这会儿终于知道我狼直播间不火是咋回事了吧，兄弟们？这会儿知道瓦狼直播间，我研究了一下，我113个贵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有113个贵宾，我还是挺牛的呀！我突然信心上来了，兄弟们，
啊，就这种情况下，我狼还能有这么多的小伙伴，我说句实在话，看来我狼多少有点东西啊。我这边显示在线用户222，人气1063，也就是说啊，这个有账户的人是223个目前，然后呢送过礼的人有114个啊，就是充过钱的人啊。然后呢，人气是1063，包含电视端，包含没登录的一些端口等等。然后目前呢，还有各种人一直在往底下进啊，感觉还是可以的啊。这一上我就有信心了，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不行了，虽然说我肯定还是弱，对吧？但是多多少少啊，对吧？好，感谢我们的妖鱼哥一手大金卡啊！你现在干啥都在等到期，你不到期你试一试，你敢出去你试一下，赔的你裤衩子都给你赔没，他都给你，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现在人家本身都是风评都这样了，对吧？一旦说，对不对？有点什么风吹，有点啥事儿，我不欺负你，我欺负你，那我现在已经没有啥能遏制你的东西了。我现在我能遏制就是遏制你一会儿呗，对不对？是吧？你就来吧。所以说你现在一点招没有，灰灰啥的还好，你知道灰灰，要不然早就闪到了。灰灰和老秦，我特意微信问的啊，人家灰灰跟老秦是传说中的，3月31号到期，在4月1号的时候就自由了，啊，我感觉我怎么有点像那个杨白劳呢啊，对不对？现在是没办法，现在还得继续，要不然饭都吃不起，兄弟们，真的啊，我说句实在话啊，这10月底之前我不干活，我饭都吃不起了。这个大家伙不要虚啊，花无百日红，人无再少年。有的时候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这个样的。今天我也兴情一回，跟大家伙吐槽啊。但是呢，有的时候真没办法。然后我目前来讲还挺有信心的。我一直以为是对吧？这个平台不行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也不行了，我这个节目形式也不行了。现在想想啊，原因还是有，这2个原因肯定还是有，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那我觉得还好一点吧，啊，那我觉得还好一点，啊，然后呢，咱们就加强自我就行了。除了把节目弄好啊，把节目搞好，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这个对吧？提升自己的性格，让自己呢以后工作起来呢多一点多元化的东西，对吧？让自己呢多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然后呢研究研究观众老爷们爱看什么啊，自己怎么播也好，自己怎么做视频也好，对吧？啊，好好等，好好弄。对吧？解说小狼这个还在啊，项目可能会变，但是小狼还在，对吧？怎么变不是变啊，对吧？这个世界在变，我们也要变。当然，这个至于我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啊，我突然发现我还是挺优秀的啊，我自信一下就上来了，这不一定是坏事的，兄弟们啊，这不一定是坏事的。我1年都不播这个2314645，你要如果半个小时之前来。你一定知道我说了一些什么，可能你来晚了，我都已经说过了啊。至于为什么不播，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故事，你可以翻看啊。2024年5月21号晚上9点多冒头的时候，把现在这个直播回放记录重新再看一遍。你相信我，我已经有完美的解释，非常完美，非常没有任何的瑕疵的解释，把这个故事啊，通过一些比较好理解的手段，一些例子啊，就是赤裸裸的给你说出来了。如果你还不懂，你要回去看一下。但是我没有必要在这一个直播当中无限的去重新讲到底是为啥啊。直播发朋友圈，我只能说等着。好了，这样的话他起身时间都差不多，可以直接把这3个 BOSS 全秒掉。3个双头龙我觉得也没啥，只要没有小兵就行。我不知道这个杜瓦版有没有小兵啊？如果有小兵的话，啊，有一个龙应该是最后死。但是有一个龙最后死就难受了，他最后死最后变，最后死最后变啊！啊，直接咣咣一顿摔。你看这个也是啊，有小兵的话就难受了。其实但是小兵不多啊，一个 BOSS 召唤了1个小兵啊，这1个小兵还是小兵当中比较弱的小兵之一。对，数字哥啊，你听我没有说不耐烦的意思啊，我是确实啊。再让我说一遍，我觉得也有点
这个有点不太好了，毕竟咱们现在还是吧在平台直播嘛，对吧？咱们就能理解啊。好，这文哥直接一顿魔法输啊！没有小兵啊，没有小兵你就不用想了。基本上这个 BOSS 看起来挺大个个啊，但是没有啥智商的，这些高手完全是可以的啊。好，其实这个血量完全够啊，有这个血1 mega 就行。摔死一个，死完直接就冒光了，看不见？只有最后一个 boss 才能屹立不倒，是不是？最后一个 boss， 哎，他俩太变态了，一直血1 mega 就能血死。OK， 宋小龙啊，这个视频呢并没有什么好好的解说，因为这个版本啊，双人配合的话呢啊。个人感觉啊，这个研究一下的话应该是不难，但是为什么他这个视频很难呢？因为他俩根本就对吧，就是可能就是正常玩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配合啊，也就是说他俩随便一玩都能打出1命啊，确实是挺不容易。如果说是专门练过几次的话，1命我估计啊那更简单了。OK， 那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动画版啊，中间有一段大伙儿不爱听，我也给大家伙儿道个歉吧啊，唠着唠着性情了，然后呢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儿啊，这个青石和彼此擦肩2个大神，这个视频呢也是他俩也是青石本人发给我的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没好好说，但是他俩这个配合我觉得还是对吧，这个心有灵犀，毕竟对吧高手嘛，就是在这个片尾的最后呢，跟这个2个大神还有跟各位观众老爷们说一声抱歉。但是呢，陪大伙儿看一看也行，因为毕竟这个版本也不是原版啊，所以说看起来也比较眼花缭乱的啊，也没有什么比较值得特殊解说的点啊。难点的话，应该就是在第6关还好啊，第7关啊，就是最后一关确实不难。在片尾的最后呢，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啊。